我現在把所有的交通旅館都已經講完了，接下來我就講怎麼玩了。其實大家第一個目的地就是倫敦了。我其實很推薦大家去看我之前做的幾期 vlog， 在倫敦的 vlog， 那都是我自己設計的，比較喜歡的一些倫敦值得去的地方。那麼我在這裡也稍微總結一下，倫敦玩的東西太多了。在倫敦第一個東西就是公園，就是倫敦有很多漂亮的公園，海德公園、摄政公園、巴特西公園、维多利亞公園、圣詹姆斯公園等等等等。天气好的话，公園真的非常漂亮，而且公園是免費的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在公園一定會找到自己快樂的那一個瞬間的。第二個東西就是美術館和博物館，其實就是特指國家美術館跟大英博物馆这两個博物館都是免費的。雖然是免費，但是他們是要提前預約的。其實國家美術館walk-in沒什麼問題，但是大英博物館可能需要預約，否則當天是進不去的。週五的話，他們都會開放到晚上9點鐘。這兩個館裡面館藏非常的豐富，我強烈建議喜歡藝術、喜歡歷史、喜歡文化的朋友去這兩個地方去看。倫敦還有個博物館，就是倫敦自然博物館。这個博物館就是類似於上海的科技館，就是比較適合帶着小孩去玩。然後第三個東西就是它的名勝古蹟，和它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建築都保存得非常好。漫步在倫敦大街上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些建築，有一些建築已經成為了非常有名的一個景點，比如說像聖保羅大教堂啊、西敏大教堂啊、大本鐘啊，這些大家都是可以進去參觀的。但這些景點進去都是要錢的，而且不便宜。我推薦大家去買一個東西叫 London Pass， 這個 Pass 裡面會包含這些古蹟的門票的，挺划算的。大家可以在它官網去買它的票子，從1天到7天甚至10天的 Pass， 不同的價格。其實看着挺貴的，大家可以仔細看裡面它的這個 list， 大量的景點是可以包含在這個 Pass 裡面的。比如說像倫敦塔啊、西敏大教堂啊、倫敦塔橋啊、肯辛頓宮啊、聖保羅大教堂啊、倫敦動物園啊，甚至阿森納 Stadium Tour 啊、切爾西 Stadium Tour 啊、托特納姆熱刺 Stadium Tour 啊，都是包含在這個 Pass 裡面的。那麼就是想玩景點的朋友，我覺得還是很推薦大家去買這個 London Pass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規劃的話，我覺得現在大家可以使用 AI， 就非常的方便。就是我現在用 DeepSeek 就很方便。我說了一句如何使用 London Pass 在倫敦玩3天，它就会給我思考，然後這每天的行程、大約的價格都給你算好了。這3天價格70、60、60加起來早就超過了它原來的129吧。善用 AI， 這樣子會給大家也會省很多錢。如果大家想逛街感受一下倫敦獨有的文化的話，我推薦大家可以去，首先去 Camden， 是在倫敦北邊，也可以去 Brick Lane， 那邊有很多那種中古的商店，大家可以去逛，整個的街區都比較亞文化一點。還有像 Notting Hill， 就是很著名的諾丁山，那邊也有很多集市，大家可以去逛。還有泰晤士河南岸的 South Bank， 是一條河岸步道，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倫敦著名的建築和橋，非常適合 chill。還有波羅市場，在倫敦橋附近，是一個很大的美食市場，有很多美食跟食材在這裡面。喜歡逛街買的朋友，牛津街、攝政街、邦德街都是大家的天堂，有無數的購物店和大型商場可以掏空大家的錢包，但是那裡逛街要注意自己的財物，因為小偷特別多。在倫敦玩的另一個點就是他們的表演。眾所周知，就是英國的戲劇、音樂劇都非常厲害，比如說像《悲慘世界》、Hamilton、Wicked、獅子王、哈利波特與貝佐羅的孩子这些劇，這個票子都可以在官網買到。還有一個表演是魔力麥克，就是一個肌肉猛男的群舞表演。每次有女性朋友去倫敦玩，我都推薦他們去看這個展。喜歡電影的朋友也可以在倫敦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倫敦有很多很棒的電影院，首先是 Prince Charles 電影院，這個電影院是一直放35毫米膠片的電影院，而且會放很多老片，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原汁原味的電影。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BFI IMAX，BFI IMAX 就在倫敦滑鐵盧附近，它只有一塊屏幕，就是 IMAX 屏幕。這個 IMAX 屏幕是全世界可能前5的一個屏幕，歐洲第2大。它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放70毫米的膠片，有時候運氣好的話可以碰到諾蘭的電影。在倫敦看電影唯一的點就是沒有字幕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考慮清楚。在倫敦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徒步。其實在倫敦市中心出去一點點就有很多漂亮徒步的地方。我的視頻裡面是 Hampstead Heath， 在倫敦北部。在倫敦東部呢有 Epping Forest， 也是個非常漂亮的森林，秋天去非常漂亮。在倫敦的西北部呢是 Chess Valley， 也很漂亮。在倫敦的西南部也有非常著名的 Richmond， 里面有很多野生的小路。所以我個人覺得在倫敦玩的話，最有趣的就是 City Walk， 不管是在城市裡走路，還是在公園裡走路，還是在野生的地方走路，都是非常好的體驗。
我自己 vlog 目前做了4条 city walk 的路线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我还有很多线路是没有给大家走的，有机会再回到伦敦给大家去走这些路线。最後來提一下英國最大的2個國民級 IP， 首先是著名的偵探福爾摩斯，大家可以坐地鐵到貝克街站，然後在貝克街站外就是一尊福爾摩斯雕像。福爾摩斯的博物館就在貝克街上，不過這個博物館又小又貴，沒有特殊情況的朋友就不用上去了。博物館旁邊是個紀念品商店，有不少周邊，還是挺適合買的。然後另一個大 IP 就是哈利波特了。哈利波特的博物館 Warner Studio 在倫敦西北部靠近沃特福德附近，是哈迷的天堂，裡面的布景服飾跟電影一模一樣，非常壯觀。雖然現在東京有分部，上海分部也即將開業，但是倫敦的 Studio 是獨一無二的存在，因為哈利波特當年就是在這裡拍的。Warner Studio 的門票有點小貴，而且很難買到，提前1-2個月都不一定買得到。不是鐵粉的朋友也可以去 King's Cross 的9又3/4車站打個卡。除了玩，那麼還有吃。那麼英國其實是著名的美食荒漠，有些東西可以大家嘗試的，比如說像最經典就是 English breakfast， 就是英式的早餐，非常的扎實，量非常多，而且非常好吃。非常 English breakfast tea， 就是最純正的英國人的早餐。有些賓館甚至就是提供這樣的早飯的。我還可以推薦大家去吃一個東西叫 Sunday roast， 一般就是英國家庭每個周天就會團聚在一起，大家吃一些烤物，一般是烤牛肉、烤豬肉。配上蔬菜，配上一些土豆啊，組成一個大的烤盤，叫 roast。它現在不只是禮拜天有很多店，甚至平日都有 Sunday roast。其實，在倫敦有很多別的國家食物是非常好吃的。我個人知道，像越南的佛在倫敦是非常好吃的，泰國菜也非常好吃，然後還有馬來西亞菜也很好吃，還有就是印度菜也非常好吃。大家可以在倫敦嘗試一下不同國家的菜，都比英國的菜好吃。但是中餐我是絕對不推薦的，它也不算很難吃，但是它主要是貴，就是大家會跟中國的物價有個落差，就感覺我靠，為什麼我要花這麼多錢要在倫敦吃這種東西？萬一實在是忍受不了倫敦菜的話，可以去找一家店專門去重新感受一下家鄉的味道。除了這些正餐的話，還有快餐。那麼最著名的快餐就是 fish and chips， 就是炸魚薯條，其實就是炸鱈魚跟薯條的結合，所謂的英國的國菜嘛。我覺得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，但是這個東西非常油，雖然看着很誘人，但是吃完一次之後再也不想吃了。快餐的話，除了這個就是 KG、MG 漢堡王。英國的 KG 比中國的 KG 難吃一點，那麼它的炸雞沒有中國的好吃，但是它的吮指原味雞很好吃。英國的 MG 主要是吃漢堡，它其實是沒有炸雞的，這點跟國內是不一樣的。漢堡王跟國內差不多，我覺得。除了這些耳熟能詳的快餐，還有別的屬於英國的快餐，比如說像 Five Guys。其實這個快餐現在中國上海也有，但是它偏貴，然後我也不覺得它有多好吃。還有就是 Shake Shack 也是偏貴的。還有一個最推薦大家吃的就是 Jollibee。Jollibee 是我在英國吃過最好的快餐，它的雞非常的 juicy， 然後漢堡也特別好吃。它好像是一家菲律賓的連鎖店。還有就是著名的 Nando's， 主要吃烤雞，發源地是南非，在英國有很多連鎖店，我覺得還是很好吃的。除了這些垃圾食品，還有一些就是連鎖的店，比如說像 Eat To， 一個亞洲品牌的快餐店，但是它的亞洲菜不是很正宗，它壽司其實還可以。然後還有的就是 Pizza Express， 那就是吃披薩的，很便宜，可能8-9磅就是一個披薩。如果大家都覺得這些東西實在太貴的話，還想再便宜一點的話，那就是 Meal Deal 了。Meal Deal 的話，就是各大便利店都可以去買到。最著名的就是 Tesco Meal Deal 了，它就是一個主食加1個小食加上一杯飲料啊。主食一般是三明治或者是麵，小食一般就是薯片和一些糖或者是水果。Meal Deal 的價格差不多是3.5到4磅，不同的便利店是不同的價格。除了這些主食的快餐的話，還有一些比如說早餐的快餐店，比如說像 Cafe Nero， 像 Pret a Manger， 然後像 Greggs， 還有像星巴克，這些店其實滿大街都是。除了這些吃的，英國最有名的東西就是 pub， 就是酒吧。英國酒吧呢，其實跟國內差不多，就是会比國內吵很多，因为大家都是借酒開始聊天吹牛逼。一般英國的飲酒允許是20歲以上是可以飲酒的。酒吧裡也是會有一些食物的，而且那食物就偏貴了。在英國點菜其實你是看不到畫面的，它只有一行字，然後下面一堆它的一些配料啊什麼的。如果有一個好辦法就是大家可以上谷歌地圖，這個餐館下面會有很多遊客在上面傳很多照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些照片就知道這個菜長什麼樣。就英國的話是不需要給小費的，但是它的服務費是包含在你的 receipt 裡的。如果你覺得他的服務不好，你就直接跟他說我不想要這個 service fee，你把我去掉。它是合法的，只是你得需要很大的勇氣。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得叫 waiter 和 waitress 過來，然後你
你自己點菜，然後結束的时候要招呼他们过来結款，应該是這樣。如果要招他們結款的話，千萬不要舉手啊，服務員，你可以給他一個眼神示意，或者稍微用個那種手勢，像pay the bill 這種感覺，他會知道你要幹嘛。在整個西方國家吃飯有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們會問你有沒有 allergy， 就是有沒有那些過敏的東西，因为他們白種人非常容易過敏。當然包括像印度人啊，他們也有這種不能吃的東西。還有一種就是 vegetarian、vegan， 這就是素食主義者。所以大家看有些餐就是會有綠色 V 這個標識的，然後這就是素食主義者可以吃的。在英國吃飯，其實水都是要錢的，哪怕你喝礦泉水也是要錢的。當然你也可以喝不要錢的水，他們統稱為 tap water。所謂的 tap water 呢，顧名思義就是自來水。為了省錢，可以難得喝2口。然後跟大家說的就是英國的一些超市了，大家能見到最多的就是 Tesco、Sainsbury、Coop 這3家便利店是同一個檔次的便利店，就是走進去就是價格東西都差不多。還有一些大超市，但是更廉價點，像 Lidl、Iceland、ASOD、Aldi 這幾家店都是一些大型的那種超市，價格会比較便宜一點，然後東西質量就沒有那麼高了。還有2家超市就比較高級的，一個是瑪莎，還有一個就是 Waitrose。這2個超市呢，以買高端食材為主要的，比如說好吃的水果、好吃的零食，他们自制的飲料都非常好喝。大家走在路上會看到一些小超市，沒有什麼牌子，但是會寫着 off license 的，這些超市就叫 corner shop， 都是中東人開的一些超市。然後這些超市的東西呢，普遍比較貴。他們那個 off license 意思就是說不需要證件我就可以買酒。那麼英國因為在別的超市買酒的話，一定要給店員證件，證明你是20歲以上你才可以買酒。但是在這些超市就不需要證件，其實從中可以知道這些超市的成分了。反正就盡量不要去 corner shop 去 shopping 就行了。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就是藥了。如果大家在英國碰到了一些症狀啊，出了點意外的話，大家覺得自己可以解決的話，就可以去藥店去買藥。首先推大家的就是 Boots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連鎖品牌，它不只賣藥，它還賣一些衛生用品、一些日用品。如果大家有什麼症狀，可以去 Boots 的藥的那個櫃檯，買什麼藥呢？大家可以小紅書一下就行了，或者是問一下店員都可以。還有個店就叫 Superdrug， 聽這名字就知道，就是也是賣藥的。大家在路上看到有些店上面寫着 Pharmacy， 有個綠色十字的話，這個店也是藥店。這些藥店呢，它裡面都會配備醫生，進去可以把自己的症狀告訴醫生，然後醫生就會把藥賣給你。這些店也是值得信賴的。如果真的碰到嚴重的情況的話，大家就打電話給救護車，叫999。999不僅是救護車，你報案你也可以用999。希望大家不要用到。大家在倫敦想買一些伴手禮回去，比較著名的就像 Whittard， 這個是賣英國茶的一個店，非常有名的，而且它的包裝都非常漂亮。第二個地方大家可以去 Holland Barrett， 是一個賣保健品的一個店。那麼大家想要買一點那種進口的保健品，可以在裡面買。除了這個，還可以買一些咖啡豆，比如說我介紹的 Monmouth、Columbia Company 的咖啡豆。這幾個好的咖啡店，你的咖啡豆也是很適合作為手辦買回去的。除了這個，還有比較經典的一些玩偶，像 Jellycat 跟帕丁頓熊，也可以在一些地方買到。另外的話，就是一些好吃的零食，薯片啊、零食啊，在瑪莎、Waitrose 都可以買到。有一點就是在英國現在是不退稅的，英國因為太窮了，所以他在某一年取消了退稅政策，所以大家想買奢侈品的話就沒有必要來英國買了，除非有英國的特別的款。現在給大家介紹就是除了倫敦還有什麼地方是值得玩的。首先是倫敦的周邊，那麼很多朋友在倫敦玩膩了，想在倫敦周邊去玩一圈，甚至就是當天來回的。其實倫敦周邊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那最著名的就是牛津跟劍橋2個大學所在地方 ，Oxford 跟 Cambridge。我個人都去過，我非常喜歡牛津啊，非常漂亮，而且它的建築非常好看，整個城市都非常乾淨。劍橋我就不推薦大家去了，因為劍橋我個人感受是非常無聊的。但是劍橋對中國人來說是有個特別情懷的。首先可能大家從小學劍橋英語，第二就是徐志摩嘛，就是劍橋有一塊石頭上面就是徐志摩在上面提了個字。如果劍橋跟牛津只選一個的話，我推薦大家去牛津。還有就是比較有名的一些景點，比如說像
巨石陣，其實從倫敦當天來回也是可以去的。巨石陣地方呢，就是說不去會後悔，去的更后悔的一個地方，就是它就是幾塊石頭，而且你只能從遠遠的地方看它。如果大家實在是想踩景點的話，打卡的話，那就去吧。還有幾個城市也是在倫敦周邊，比如說像比较有名的是 Brighton， 倫敦正南邊靠近海的一個小鎮。大家想看海的話，就可以去 Brighton 看海。在 Brighton 的旁邊1個小時公交車车程的地方，就是非常著名的白崖7姐妹 Seven Sister， 是个非常適合徒步的地方。这條線其實現在是非常成熟的，從倫敦到 Brighton 再到7姐妹，大家自己去乘火車到 Brighton， 再從 Brighton 乘公交車去7姐妹看，就有一點煩，那麼自己可以去研究一下。我以後有機會做一期視頻。包車的話，其實價格大家跟別人平民車也不是很貴，司機都知道你在哪個點把你放下來。有一點就一定要天氣好去，天氣不好去太可怕了，就是根本就不值得去。除了 Brighton 的白崖，還有一個比較有名的白崖就是多福的白崖。多福的白崖呢，我個人覺得還是比 Brighton 更震撼一點。從倫敦乘火車到多福站，然後從多福一路走上白崖，然後可以走個來回這樣的，挺推薦就是深度想玩的朋友去多福的。去多福的路上有個城市叫 Canterbury， 就是大家在小紅書上一搜就可以搜到神仙小鎮的一個 Canterbury， 但我個人覺得其實它並不是很神仙的一個小鎮。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照片可能就是一個角度同一個地方，其實它只有那一個角度是好看的，其他角度都挺一般的。還有一個地方就是Canterbury大教堂，英國皇室最主要的一個教堂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從倫敦出發，還有一個城市我覺得比較值得去的就是巴斯啊，非常非常漂亮一個城市。以前古羅馬時期，因為古羅馬人喜歡洗澡嘛，所以就把這個地方稱為巴斯，然後在裡面有個非常著名的一個澡堂。當然它好玩的地方不只是個澡堂，它整個城市的建築都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古典，然後走在這個城市裡面漫步，就跟在那種歐洲的那種小城裡漫步很像的。而且它離倫敦可能也就1個多小時的火車，那麼當天去當天回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想走更遠一點嘛，走到巴斯過去還有一個布里斯托，布里斯托的話它有個布里斯托大學，那麼那也值得大家去一次的。大家可以比如說到巴斯在布里斯托住一晚，然後再從布里斯托回來。還有一個地方是溫薩，其實從倫敦去溫薩還是挺近的。溫薩最著名的就是溫莎城堡，溫莎城堡就是以前伊麗莎白女王住的地方，那個城堡非常大，大家也可以進去參觀。溫莎城堡正前方有一條非常非常長的一條步道，很直很直。如果走到對面的話，非常壯觀，能看到這個城堡。還有幾個比較近街的地方，比如說大家想看海，除了去 Brighton， 還可以去 Folkestone，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，又可以看到海，又可以看到白崖，然後遊客也沒有那麼多，海非常漂亮。還有 Hastings， 還有 Southend on the Sea， 這幾個都是一個比較有名的就是海邊城市。如果想要爬山，想要去森林的話，大家可以到倫敦西南部那個 Surrey Hill 那塊地方去徒步啊，我去那邊徒步很多次。有個非常著名的叫 Box Hill， 因為我那時候在倫敦特別無聊，基本上倫敦周邊的所有好看的小城鎮我都去過了。有機會給大家好好去講一講這些小城鎮。那麼除了倫敦這一塊區域以外，還有一些別的地方也是挺值得玩的。但是其實英格蘭本土大陸的一些大城市都挺一般的，只能說就是沒有特別情節的就沒有必要去。那麼很多情節都是來自於足球，就比如說像利物浦，除了足球還有披頭士，那麼大家可以看我利物浦的 vlog 就知道了。還有曼徹斯特，曼徹斯特其實就是足球的情懷，我覺得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玩通。還有一些別的城市比較有名的，像約克、紐卡斯爾、考文垂、伯明翰，我個人比較推薦去約克吧，如果真的要去玩的話。其他這些城市呢，其實就挺城市的，就沒啥搞頭的。就是你玩完倫敦之後，你去這些城市其實沒啥感覺。還有幾塊比較好的一些國家公園，比較推薦大家去的就是第一個是 Lake District， 就是湖區，在曼徹斯特跟利物浦的上面，非常漂亮的地方，有湖有山，又可以遊船又可以爬山，天氣好，非常非常漂亮，強推大家有機會去湖區玩一圈。還有個地方是 Peak District， 在曼徹斯特上面，這個是峰區，顧名思義就是爬山，喜歡爬山的朋友可以去 Peak District 爬山。在 Peak District 附近有一個地方叫 Chatsworth House， 這個地方就是著名的達西莊園，這就是《傲慢與偏見》裡面達西莊園的取景地，非常漂亮一個莊園，周邊也可以徒步，然後進去參觀也非常壯觀。除了湖區跟峰區，還有一塊推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 Cotswolds。大家看過克拉克森農場就知道，那塊地方就是克拉克森農場所在的區域，那塊地方非常漂亮，英國最漂亮的田野鄉村風光就在那裡了。我個人覺得就是英國的精髓一定是鄉村跟小鎮，在那邊就是大家也可以徒步，也可以去自駕，非常漂亮。然後在一個小鎮裡住個1-2天，就像在世外桃源一樣，
非常强推大家去 Cotswolds。除了英格兰这块区域的话，英国其實還有別的區域。首先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蘇格蘭，它的首都愛丁堡真的很漂亮，就是我覺得在英國除了倫敦就是愛丁堡。愛丁堡這個城市因為它有上下坡，還有一些很多經典的建築，它甚至在市中心有一塊非常高的山，大家可以去爬。出了愛丁堡，大家可以包車或者是租車開到上面的蘇格蘭高地，非常漂亮的景觀。蘇格蘭最北邊的天空島，天涯海角。蘇格蘭高地也可以看到像哈利波特的那個火車的一個取景地什麼的。除了蘇格蘭呢，有一塊地方是被大家所忽略的，那就是威爾士，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塊地方。不管是南威爾士、北威爾士都非常漂亮。威爾士的海邊非常壯寬，往內陸走的話就是山，大家可以去爬山，也有森林的國家公園，甚至還有瀑布，就是你基本上能把所有的景觀都在威爾士看到。而且威爾士還有很多漂亮的小鎮，它有很多遺存的古堡，非常值得去玩。個人還是很喜歡威爾士，大家可以看我去北威爾士的一個 vlog。最後一塊地方就北愛爾蘭了，這個地方其實也有很好玩，但是我個人沒有去過，你就沒有什麼發言權了。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帶大家去北愛爾蘭做 vlog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所整理的所有目前我能想到的英國的一些遊玩的攻略，希望都 cover 到了。如果沒有講到大家所想知道的信息的話，請大家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一一解答。這個視頻從早上錄到了晚上，累死我了。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視頻。那麼這次視頻就到此為止了，有機會再帶大家去英國玩。也祝所有看到這個視頻，覺得這個視頻有幫助的朋友能在英國玩得開心。好了，拜拜。